I've got a little girl here with a tall gentleman, and she looks so much like this Shasta. Okay. Are they still in the building? And we're not sure. You know, she looks so much like her, and I don't know. All right. We'll have someone start that way. 2005年，爱达荷州科达伦一个宁静的小镇被一桩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彻底震动。8岁的莎斯塔·格罗恩和他的哥哥迪伦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母亲、继父和哥哥，陷入了一场长达7周的恐怖梦魇。这不仅是一桩冷血的连环谋杀案，更是一场关于一个小女孩如何在生死边缘智勇脱险的惊心案件。在2005年的科达伦，格罗恩一家过着简单却充满爱的日子。莎斯塔·格罗恩是一个活泼的8岁女孩，与她的母亲布伦达·格罗恩、母亲的男友马克·麦肯齐、13岁的哥哥斯莱德以及9岁的哥哥迪伦生活在一起。尽管莎斯塔的父母在她2岁时离婚，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他们彼此相依，生活充满了温馨。布伦达热爱音乐，经常和孩子们在客厅里跳舞。她喜欢下厨，每天晚上都会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莎斯塔也常常帮她一起做饭。莎斯塔和迪伦尤其亲密，形影不离。他们喜欢一起露营、钓鱼或在户外嬉戏。迪伦是个特别的孩子，他不仅受同龄人欢迎，还总是照顾那些被孤立的同学。莎斯塔曾回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个幸福的家庭却在2005年5月16日清晨迎来了无法想象的噩梦。2005年5月16日清晨6点，科达伦的格罗恩家中，布伦达突然冲进莎斯塔的房间，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家里来了个男人，他不让我们待在这儿。莎斯塔迷迷糊糊地跟着母亲来到客厅，却看到一名手持猎枪的陌生男子。他起初以为他是警察，但当男子命令全家趴在地上，并用拉链带和胶带捆绑他们的手腕时，莎斯塔意识到大事不妙。这个男人名叫约瑟夫·爱德华·邓肯3世，一个有着长期犯罪历史的危险人物。他用锤子逐一袭击了马克、布伦达和斯莱德，现场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敲击声和受害者的惨叫。莎斯塔回忆，马克曾喊道：“我们没有钱。”试图与凶手交涉，但无济于事。随后，邓肯将莎斯塔和迪伦单独带到后院，放置在树下。两兄妹惊恐万分，躺在草地上，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令人心碎的是，斯莱德在遭受重创后，挣扎着走出屋外，试图逃跑。邓肯追上他，再次用锤子猛击，直到斯莱德倒在野餐桌上，几乎失去生命体征。邓肯将莎斯塔和迪伦塞进一辆白色皮卡车，迅速离开现场，驱车近100英里，前往蒙大拿州圣瑞吉斯附近的洛洛国家森林的一个偏远露营地。到达后，他向孩子们展示血迹斑斑的锤子，恐吓道：“这就是我用来杀死你们妈妈、继父和哥哥的锤子。如果你们不听话，同样的命运等着你们。”同一天上午，一位邻居来到格罗恩家，打算进行一次简单的拜访。然而，他一靠近房子，就发现了不对劲，门上和周围有明显的血迹。他立即拨打911报警。科达伦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名警官后来回忆，这起案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恐怖的经历。在房子里，警方发现了布伦达、马克和斯莱德的尸体。布伦达和马克的手脚被拉链带和胶带捆绑，头部遭受严重钝器伤，斯莱德的尸体则躺在母亲身旁，显然在临死前挣扎着回到了他身边。令人痛心的是，警方没有找到莎斯塔和迪伦的踪迹。警方立即展开全面搜查，在屋内外寻找线索。他们注意到后门有血迹，客厅的玻璃咖啡桌被砸碎，地板和墙壁上布满血迹。斯莱德的脚底沾满血迹，表明他在受伤后曾试图移动。警方还在楼上的阁楼发现了一条拉链带，与捆绑受害者的相同。此外，屋外的白色皮卡车上有疑似弹孔的痕迹，车内还有一把猎枪和一把斧头。由于莎斯塔和迪伦下落不明，警方在5月17日凌晨发布了安珀警报，整个科达伦社区陷入恐慌。警方推测，这不是随机犯罪，因为家中贵重物品未被盗走，凶手的目标似乎非常明确。
调查人员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出于个人恩怨的激情犯罪。Our role in this early stage of the case at the FBI was to find the children. We asked that Brenda's family, were they staying with their father? Shasta and Dylan's parents were divorced, so could they have been in the other household? They said the kids had not gone to stay with their dad. They weren't out visiting or staying with friends or other family members.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two younger children were missing and having no idea what could have possibly happened was just horrible. It was horrible. Even though we just lost these three family members and we're not even getting a moment to be able to grieve for them, we have to immediately start thinking about where are these two kids? 案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但初期线索极为有限。他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沙斯塔和迪伦的父亲史蒂夫·格罗恩。史蒂夫几天前曾与布伦达因孩子抚养权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并且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公开声明，请安全释放我的孩子，让警方感到他可能知道内情。警方对史蒂夫进行了测谎测试，结果显示他在被问及是否知道孩子下落时，数据出现波动。尽管他坚称自己无辜，测谎失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然而，通过计算机取证，警方确认案发时史蒂夫在家中，排除了他的嫌疑。与此同时，警方收到了数千条来自社区的线索，但没有一条能指向沙斯塔和迪伦的下落。调查人员还了解到，案发前一天，格罗恩家举办了一场烧烤聚会。警方在门上发现了一枚指纹，属于参加聚会的罗伯特·卢特纳。卢特纳有犯罪记录，且据称欠布伦达和马克钱，动机似乎成立。然而，当警方联系卢特纳时，他主动返回并通过了测谎测试，排除了嫌疑。调查一度陷入僵局。警方推测，凶手可能针对性地选择了格罗恩家，而非随机作案。他们开始扩大搜索范围，联系 FBI 寻求支援，并通过媒体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起案件，社区居民自发组织搜寻活动，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找到孩子们的希望愈发渺茫。在蒙大拿的偏远露营地，沙斯塔和迪伦经历了长达7周的噩梦。邓肯对他们进行了严重的不当对待，还进行心理折磨。他引诱身边的孩子们接触药物和酒精，并在他们意识模糊时炫耀自己过去的罪行，包括对西雅图2名女孩萨米·乔怀特和卡门·库比亚斯的谋杀。沙斯塔意识到这个男人是个连环杀手。沙斯塔回忆，邓肯对迪伦总是格外严厉，时常对他发泄怒火，并让他在一旁目睹一切。如果他哭泣，邓肯的态度只会更为恶劣。为了保护哥哥，沙斯塔选择假装顺从，甚至佯装配合，努力保持头脑清醒，默默记下邓肯说过的每一句话。他开始制定计划，利用邓肯对他的某种情感依赖，假装与他建立信任，询问他的生活和家人，试图软化他的态度。邓肯曾许诺，如果孩子们能抓到一只松鼠，就放他们回家。迪伦终于抓到松鼠，兄妹俩燃起希望，以为噩梦即将结束。然而，这只是邓肯的又一个谎言。2005年6月中旬，他在沙斯塔面前开枪射杀了迪伦。沙斯塔回忆，我听到一声巨响，迪伦的手从我手中滑落。邓肯随后强迫他帮助处理迪伦的遗体，并将其焚烧。失去迪伦后，沙斯塔陷入深深的绝望，但他知道自己必须继续战斗。他继续与邓肯周旋，甚至在一次生命攸关的时刻，当他试图勒死他时，他喊出他的绰号杰特，唤起他片刻的犹豫，成功保住性命。I just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I'm sitting down here at Denny's, and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that just walked in that looks exactly like the girl. Okay, is she still inside? Yes, she is. And she's with an older man. With an older man? Yeah, and the thing that really triggered me the most was I was reading the Nickelworth, and I seen her picture of the Nickelworth, and I showed it to one of the waitresses here, and she said, "Oh my God, she's in here." 2005年7月2日，案件迎来了转机。邓肯带着沙斯塔返回科达伦，停在一家便利店。沙斯塔祈祷有人能认出他，但店员直到他们离开后才通过监控录像确认他的身份。随后，邓肯带他来到当地的丹尼餐厅。
沙斯塔注意到门口张贴着自己的寻人启事，心中燃起一线希望。A perfect end to his already horrible existence. A horrific existence that came to an end inside the Coeur d'Alene Denny's. Amber Dean, a waitress at the time, noticed a strangely familiar little girl eating dinne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coloring a princess picture. The body language told what she was going through. That poor little girl was slumped down. She wasn't excited about anything. Dean and her manager called police, and after Duncan was arrested, Dean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hug Shasta. I said, honey, what's your name? She said Shasta Groney, and she started crying, and I just picked her up. 餐厅服务员安博迪恩注意到沙斯塔的异常行为，他始终低头，不敢与邓肯对视，且未经他允许不敢开口。安博凭直觉感到不对，悄悄对经理说：“我几乎确定那是沙斯塔格罗恩。”他还说服经理拨打911报警。餐厅里的其他顾客也开始注意这对奇怪的组合。一名男子尼克查普曼与沙斯塔对视后，立即向服务员示警。为拖延时间，安博假装打印账单出现问题，阻止邓肯离开。其他顾客则悄悄站在门口，防止他带走沙斯塔。最终，警方赶到，确认沙斯塔的身份后，立即逮捕了邓肯。餐厅内爆发出掌声，所有人都为沙斯塔的获救而欢呼。约瑟夫·邓肯3世，42岁，是一名高危性犯罪者。他的犯罪记录始于17岁。17岁时，他因袭击一名14岁男孩被判20年监禁，但于1994年假释出狱。2004年，他在明尼苏达因猥亵罪被起诉，缴纳15000美元保释金后潜逃。警方在邓肯的红色吉普车，一辆从明尼苏达偷来的车中发现了猎枪、绳索、胶带和录像设备，里面记录了他对沙斯塔和迪伦的所作所为。邓肯还运营了一个加密博客第5颗钉子，记录了他扭曲的心理。他写道：“我要尽可能伤害社会，然后死去。”他自称杰特，并在博客中表达对犯罪的迷恋，声称罪犯也是受害者。这些文字为警方了解他的动机提供了重要线索。2006年10月16日，邓肯对布伦达、马克和斯莱德的3项一级谋杀罪和3项绑架罪认罪，被判处3项终身监禁，不得假释。2008年，他又对涉及沙斯塔和迪伦的10项联邦指控认罪，包括绑架、迪伦的谋杀，被判处死刑。此外，他还承认了1997年加州男孩安东尼·马丁内斯的谋杀，以及1996年西雅图2名女孩萨米乔怀特和卡门库比亚斯的谋杀，尽管后者因证据不足未被正式起诉。邓肯被送往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联邦监狱，等待死刑执行。2021年3月28日，他在狱中因脑癌去世，结束了这个恶魔的生命。沙斯塔的获救是一个奇迹，但他的创伤远未结束。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他在青少年时期挣扎于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一度依赖药物和酒精，甚至被送往矫正机构。然而，在法官和社区的支持下，他逐渐找回生活的方向。成年后，沙斯塔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育有孩子。她的丈夫与遇害的萨米乔怀特和卡门库比亚斯有亲属关系，这让她感到命运的奇妙安排。她选择宽恕邓肯，坦言，如果我不原谅他，他会继续控制我的人生。如今，沙斯塔希望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立志用自己的经历去支持和帮助那些曾经历过伤害的人。这起案件揭示了人性中最黑暗和最光明的一面。约瑟夫·邓肯的冷血与残忍令人发指，他精心策划的犯罪几乎天衣无缝。然而，8岁的沙斯塔格罗恩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在极端环境下保持冷静，最终促成了自己的获救。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人类的求生本能和希望之光也能创造奇迹。案件也暴露了司法系统在处理高危罪犯时的漏洞。邓肯在多次犯罪后仍能获得保释，最终酿成悲剧。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更有效地监控和限制潜在危险人物。同时，科达伦社区的团结和警觉，从便利店的监控录像到丹尼餐厅的快速反应，证明了公众在破案中的关键作用。沙斯塔的故事不仅是关于生存，更是关于重生。他用自己的坚强告诉我们，创伤无法定义一个人的人生。
希望每一位经历苦难的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如果你对这起案件有任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下期我们将带来另一宗引人深思的案件，敬请期待。